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知道的道理并不少，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呢？是因为命运真的不可更改吗？中国古代最后一个圣人结合儒释道的终极智慧，揭秘了普通人把握命运的4个阶段。从他的思想中，我们或许能找到改变命运的正确方法。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能担当得起圣人这一名号的人属实不多。晚清思想家梁启超就以为，回顾整个中国历史，只有2个半圣人，一个圣人自然是孔子，另一个就是王阳明。孔子的成就无需多言，仅是一部《论语》就能在1000年的时光中不失却其经典的色彩。相较于孔子而言，王阳明似乎咖位过于小了一点。可实际上，在晚明时代，王阳明所创立的新学的意义不亚于孔子创建儒家学派的壮举。晚明时期，整个社会遵从的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那套传统，强调个人的伦理修养精神，并旨在将一些道德规范教条化。所谓的教条化是什么意思呢？举个例子，原本一个人扶老奶奶过马路是一个善举，但它本是归属于道德层面的，即你可以扶，也可以选择不扶。当官方将一道德规范变成教条化的规定之后，这一行为的性质也就不一样了。与此同时，你也很难分清楚，究竟这人是出于自己的道德良心，还是迫于制度压力才去做的这个事情。总而言之，一切都开始与仁义道德捆绑在了一起，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成为了假正经。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交际场上，人们所遇到的问题都只能用这一套标准答案来作答。试想一下，这是非常压抑人性的。毕竟每个人关于同一问题的认知是可以完全不同的，但因为种种因素，或是真心或是虚伪的说着场面话，如此一来，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过着分裂的日子。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是出于真心认可程朱理学这一套，但是为了迎合主流观点，获取个人利益，就完全不顾程朱理学究竟是什么，能为个人的发展做到什么，这些问题只顾着盲目的跟从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。在当时其实也是有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社会现状，但掀起的火花并不是很大。比如说比王阳明早200年左右的陆九渊也提出了心学的说法，又或是明朝初期的陈宪章也是以自然为宗开创了江门学派，但是这些学派的影响力度远不及王阳明一人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王阳明才被人称为心学的集大成者，亦是开创者。那么他究竟说了个什么道理，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？中国古代最后的圣人是如何看待逆天改命的？他集合儒释道3家的思想，得出了一个终极结论：把握命运的关键其实只有一个。顾名思义，王阳明所创立的心学自然是围绕着心出发。这里的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心脏，而是精神层面的心。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它就是人的意识、内心世界。在王阳明看来，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没有好好的认识到自己的心，因而在人生这个棋局当中成为了棋子。换言之，如果你想要成为棋局当中的下棋人，就务必要认识到自己的内心。或许有人会说了，很多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内心了，但不还是没有行动吗？还是沦为棋子吗？没错，王阳明也指出了这一点。生活在晚清时代的许多人不是不知道程朱理学已经僵化，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去改变，不愿意付出行动，因而解决问题的关键点或许并不在于去认识自己的内心，而在于认识到自己的内心之后去付诸行动。那么又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知行合一。所谓知行合一，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表里如一，即你心里想着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它指向的是一种更高级的行为准则。具体来说，当你的内心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好，那就立马停下这个举动；当你意识到某个行为不错，那就可以立马去执行它。乍听起来，王阳明说的这番话好像我们都懂，可实际上我们所懂的只是些许的皮毛。王阳明这般讲，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知与行中间巨大的差异。在一般人看来，知道某个行为但不去做某个行为，好像没什么大不了，无非就是因为个人的懒惰。但王阳明却以为，如果你知道某个行为是好的，但却不愿意去做，那从根本上来说，你仍然是不知道这个行为。原因在于，从知到行起码要经历4个阶段。首先，一个人得先获取关于某个行动的知识，这尚属于接收信息的过程。知识获取之后，人们需要消化这些知识，这就有一个思考的过程。思考结束之后，人们才会开始执行或者不执行。等到执行完毕之后，人们才会得出关于这一知识的反馈，即这一行为究竟是好还是坏。这也是说，在没有执行之前，所有的预想都仅是预想而已。举个例子，想要减肥的人在真正开始减肥之前，可以预想诸多减肥的好处和坏处，但为什么很多人真的开始减
减肥之后就苦不堪言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减肥刚开始所得到的反馈都是负面的，比如无法吃美味的食物，要克制许多的欲望。减肥付诸行动所能得到的正面反馈不是没有，只是相较于负面反馈过于漫长，因此很多人在得不到正面反馈之前就会选择放弃。或许你会说，既然都开始行动了，为什么就不能咬咬牙坚持一下呢？没办法，人性就是如此。王阳明认为人性就是趋利避害的，他拒绝长时间得不到正面反馈，他渴求短时间的正面反馈，因而咬咬牙这个词听着轻松，但实际上却是违背人性的。古代最后的圣人揭秘命运的终极真相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透露普通人逆天改命的4个关键阶段，很多人都错过了这些时机，最终才会沦为命运的棋子。那他口中的4个关键阶段到底是什么呢？王阳明指出，人在知晓某个事情到去执行某个行为之间，起码要经历4个阶段，只有完成了这4个阶段，才是对这一行为的执行完成。但问题或许还在于，一个行为的一次完成就已经如此费力了，更何况是一次行为的多次完成呢？举个例子，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要努力学习，在第1天的时候，大家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学习的状态中，但由于等待学习带来的反馈实在是过于的漫长，这种学习的劲头也会随之消减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主张在准备考试之前不要拉长考试的战线，怕的就是学习到最后毫无尽头了。王阳明也知晓其中的道理，于是立马就给出了走向知行合一的方法见悟。当人们感知到某一行为的好，就立马去做，不去思考这反馈何时出现，只管做就行。只要你去做了，就将这一行为演化成为习惯，成为无意识的动作，那么你关于这一行为的认知其实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。这也是说，当一个人将某个良好的行为演化成为习惯之后，他对于这一行为的认知早就不同于最初的认知了。这正是知行合一的精髓，即一个人关于某个行为的认知最初是从外界获取而来的，经过一定的思考后，他转化成为了自己的行动。这种行动并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那种，而是久而久之的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行为。这种无意识的行为的反复操练，又帮助大脑完善认可了关于这一行为的基本认知。如此一来，知行合一就完成了。不难看出，仅仅是达成一个知行合一就足够难了。王阳明也知道上述的方法很难，于是又加上了另外一种方法——顿悟。所谓顿悟，强调的就是用半生的经历去悟道，最终在某一刻突然的悟出了人生的智慧。像王阳明自己就是从21岁就开始悟道，花了大半辈子才顿悟，而且顿悟这种方式还需要曲折的人生经历加以辅助。毕竟顺利的人生似乎谈不上什么苦难可言。粗浅的对比一下这2种方式，似乎还是类似于熟能生巧的见悟，更适合现代人的体质。只有通过真实的实践行为，还是反复的实践行为，才有可能真正的落实改变自己的心。等你的心渐渐明朗之后，世界也会变得开阔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